对，我是爱上这边了，太爽了。 We come here for enjoyment, not to much catfish. 应该是在新加坡，我一个印度人抓鱼的了，没有第二个了。我最会干的这个。距离义顺水坝不远处有个人烟罕至的地方，只有熟门熟路的人知道这里藏着一个隐蔽的渔村，他们称它为十里达渔村或新加坡最后一个渔村。我是在这边，人家叫我 Christopher。 我在这边抓鱼差不多有20年了。OK， 我今年是61岁了。因为我住甘榜的，我以前住在优树港杨树港那边甘榜 area， 然后我小时候就跟华人在一起了，所以我全家人全部会讲华语的，福建话、英文啊、马来话。 我都会讲啊，orang panggil gua Christopher， orang panggil India ada。甘榜里面我是喜欢在海的，他们老人家去抓鱼、养鱼，我很喜欢这个，我跟他们在一起的，长大了，所以我比较喜欢这个工作啊。 因为我们以前是没有读书的嘛，以前在家里是穷啦，不可以读书的。我们家里没有人给我们读书的，这是我们在海长大的。这里是十里达沿海地带，四周由茂密的红树林围绕着，自然生态蓬勃。20多年前。 政府重新规划十里达土地，特别给这一带的渔民设立了船只停泊处。停泊处的南部发展成了十里达航空园。沿海地段保留着20年前的原貌，由新加坡土地管理局、新加坡海事及港务管理局分属管理。我们看那个有什么就做什么了。 有螃蟹抓螃蟹，有花蟹抓花蟹。真正是抓鱼的有差不多8个这样了，8个9个这样。真的 fisherman 这边是没有几个人了，他们去外面做工啦，他们不要海的了，全部是有年龄的了。年轻人哪里有人要做这个工作？他晒太阳，他就在这呱呱叫了。应该是在新加坡，我一个印度人抓鱼的了，没有第二个了。我新加坡哪里有印度人去抓鱼？在新加坡有华人，有马来人，没有印度人。这里有3个渡口，分别由不同的经营者管理，让渔夫和船只停靠，定期支付停泊费。你看对面就是马来西亚了哦，还有人载人家过来这边。 那个非法的，以前很多，现在没有了，现在一个都没有了。岁月如水流，现在这一带变成热爱海上生活的渔夫和钓鱼爱好者的休闲天地。这个是昂嘎丁的酒，叫昂嘎丁。 这个 original 新加坡的，你有多少卖多少这个。我是个我随便朋友，说他们便宜的了，25块这样。外面啊，外面很贵的这个。
Christopher 亲手抓到的海产都会卖给熟客朋友。无啦，我无害人啦。我就向老河你，乜都落去。啊，你都夠大多，我等唔到你罵死。有，啊，錢老你3 kilo，啊，你講你不我就老河你嘛，我冇可能我學別人嘅。我們朋友來了，他來這邊玩這樣啦，有在這邊談話啦，有時候跟我們去抓魚啦。刚帮认识的啦，小时候认識的。沒有每次買啦，來走走看看，有看到有喜歡的就買咯。有時候買魚啦、螃蟹啦、花蟹啦、蛋菜啦，便宜嘛，那個便宜。不要给，得要。我们自己有 customer 打电话给他们，问他要不要，你拿给他咯。啊，有多的话，我们直接再去 fish spot 去哦，圣纳沟。一个月赚1000多块有了，扣到那个油全部有了。那个油很贵嘛，我们油一天晚上出去要30多块这样哎。OK 了，过日子啊，要发财是没有了，过日子啊。我比较喜欢跟人家讲话，我不会静静的，你一直讲我一定跟你讲的，我不会骄傲，谈得来我就跟你谈了。人太好了啦，人太随和了，很好。舒服了，这边当然是舒服了，这边看到他就高兴了。轻松。全部是老了，还跑哪里去？没有地方去了。没有这种地方的吗？好像有个渔村这样啦。古董这样啦，有个古董啊，跟那国董你看呐，现在那年龄的小孩子全部不知道是什么地方啊，这个哇要养鱼啊，那个桥啊，他们不敢走嘛，那看到那个有鸡有什么东西哇，他们很开心啊。尽量找有下面有珊瑚的咯，鱼才会躲珊瑚嘛，有石头的地方咯，会比较有鱼这样。十里达渔村一带还吸引了像陈文泉一样喜欢钓鱼出海的人。儿时居住在北部一带甘榜的文泉，对海有特殊的情感。结果甘榜是养猪的嘛，爸爸养猪的哦，也是很苦的啦，养猪也是不没有这样简单啊。连后来我叔叔他们也是卖猪肉，连他们喜欢钓鱼，我就搀他们小的时候，10多岁就搀他们去钓鱼啊，人就会了，人就爱上钓鱼咯。文泉在2021年头正式退休，告别猪肉买卖的生意。以前做生意是没有什么时间钓鱼，只有拜一休息1年才出海钓鱼，跟我阿仔咯。连我现在孩子大了就退休咯，有空就来这边钓鱼一样咯。钓鱼也没有这样简单的啦，不是说你很厉害钓啊，鱼就会吃你的。当然运气啦，你多厉害也没有用啊，就是运气哦。通常是会钓到金目鲈啦、岛鱼啦、恰轴啦。还有夯鱼啊！哇，说这样吗？哇，来说这样。文泉有时也会带朋友一起去钓鱼。太多人了，过来过去啊。多少斤啊？我是大概去年啊，我在社交媒体上看到安哥布恩钓鱼。所以，因为我住附近嘛，所以我就问他，可以跟你一起钓鱼吗？所以我和我朋友就跟他钓鱼哦。
我们每个月都会跟他出海钓鱼哦，去玩哦。我是很热爱钓鱼哦。我之前是钓淡水鱼，很少钓海里的鱼。但是最近想要试试新的东西哦。哦。文学很喜欢十里达渔村悠闲的生活步调，就算不钓鱼，每天都会过来走走看看。没有事情也这边做咯，吹海风咯，relax一下这样。有时候6点多那边做到，有时候10点、11点就回去咯。我以前也是在城市啊，做工没有时间。现在有时候我是爱上这边了，太爽了。常常我来这边就是这边坐一下咯，能洗我自己的船啊这样咯，能看树林哦，比如看山猪哦，看老鹰哦，飞来飞去哦，很爽哦这样哦，这样说人生就是很累咯。真的以前是年轻的时候没有时间的，就是拼命工作咯。一天也可以做15个小时、16个小时了，没办法，年轻的时候，现在有年龄了，孩子都大了，算了啦，爱自己咯。那边4点最低退潮哦，他吹那个 area 啦。因为他很想钓金木如何？很多安哥也是一样啊，比较有年龄的咯，退休人士咯。因为年轻不可能一直来这边啊，要专车嘛，新加坡。对不对？你没有做过哪里可以？他们就老一辈啊，好像像我们这样有一点年龄的 OK 啦，就可以 relax 一下这样哦。周末的时候，十里达渔村还会出现像 AJ 这样的业余钓鱼爱好者。We come here month twice, sometimes month one. We come here for enjoyment. That's all. Not to much catch fish, but just for fun, to get together. We go to Ubin, we go to Tekong, we go to Hanger, Changi there. See the location, the boatman bring us where he want to go. We just follow. My family also, like my father-in-law, brother-in-law, all like to go fishing. So join them until from I married until now. And now with all with my friend. Because my normal family already getting older, so we go with friend. Mana ikan ni? Tak ada break, Where's the fish? Fish, come. AJ 本身是个搬运家具的员工，平时工作劳累，面对挑剔的顾客压力蛮大。对他来说，垂钓是个疏解压力的享受。Because work, a lot of things to do, right? So down here, now is the time to relax and do some chatting with friends. Tadi ada makan. I usually fishing mean one whole day lah. One whole day from 8 until 5. We bring some food for our lunch, tidbits, drink, and while waiting, just take a snack or whatever lah. Whatever we get, we will distribute to each other lah. Bring back, we cook, eat one family. We don't take all. We share among us. 出海了一整天 ，AJ 和他的朋友们终于回岸了。但看起来今天的收获并不理想。Not bad lah, okay lah, but just a small catch, and we enjoy the trip. That is the main thing lah, for fishing, for my group lah. The main thing is we enjoy.
渔夫的生活马不停蹄。吃了午餐后 ，Christopher 又开始干活去了，处理早上的渔获。给它干净一下，连这个大的跟小的要分了。我们卖小的跟大的不一样价钱呢。那个根伸起来哈，人家看到会不美这样啊。那你要弄干净一下咯，要剪掉这个了。这全部人家 order 的，我们要做准备给他嘛。将近傍晚时分 ，Christopher 又准备撒网捕鱼了。网我们自己做的，我们自己慢慢做的。一个网要做过来差不多1个礼拜才可以做好。我们要放下去了那个网，我1个钟头还是2个钟头这样，我们去收咯。收有的话有了，没有的话是没有咯。再看运气好，你就抓到了；运气不好的话，是自己的。在新加坡北部这片海进出这些年来 ，Christopher 感受最深的是大环境和水质的变化。改变最大的是整个海改变了，整个海的水不一样。20多年是有街龙，有什么都有嘛，有人在养鱼，干崩里面那个水哈不一样了，那东西很多了，随便抓都有了，金目鲈鱼啦、咖巴、蛙米、草鸶、金目螺、红藻、赤藻、杭鱼，还有江鱼啊有，虾苗啊有，什么物件都有，螺干啦，什么拢都有，真多物件做一摆无个了，全部不见了。现在我们要出去外面做一点仓鱼这样的咯，再去德光岛、乌名岛，有时候去，有时候没有，有时候有，有水不好的话没有。有鱼来，我们就开心了，是快点去抓了。这边到斯纳波那边，到这边到崩过啊，这个地方就是没有东西了。有时候水好会很好，不好的话，那个养鱼全部会死的。洪水来它就死了，不可以控制了。要怎么改变？没有的改变了。文泉也觉察到海水的转变。前水比较深嘛，现在越来越那个泥土比较高了，慢慢不一样了嘛。很差，好像足热的水一样。你要漂亮的，就要去江阴外面的，那个水蓝色、青色、蓝色那种。这边的水比较死啊，它不会跑了，死水了，不一样了。那鱼也不好吃啊，那个有泥土味啊，有一点油味这种哦。外面就 OK， 江阴那边的鱼就好吃这样。一只都没有，你看，那个水不好，一只都没有，很难去抓到它。鱼不知道跑哪里去哦。靠海吃饭，要看天呐，不是那么容易啊。哇，大只了一只了，那个 catfish， 哇，这个很大，3、4 kg。油的钱有了，工钱没有了。这个鱼马来是最喜欢吃的这个，他们很会做，他们喜欢的。没有了，应该是没有了，没有鱼了，只有一条。这水不好，那水好的话哈，一定有的。那水不好啊，就是完蛋了。不但鱼儿少了，像 Christopher 这样靠捕鱼为生的人也所剩无几。每年的7月，我们是朋友来这边拜一下，热闹一下，啊，也就全部是在以前是那个老的，全部是抓鱼的人在这边靠近的。我的孩子、朋友的孩子全部在一起的。我孩子2个，一个麦克，一个 Jackson。我叫他不要来海边，叫他去住宿，他好。潮起潮落，世事难料。十里达渔村未来的命运会怎么样？常来这里的人也不愿去想。
因为这边是港崩啊，你赶掉了，这另外一边是不一样的嘛。这边是很好啦，很爽哦。当然会可惜啦，可惜啦，可以留住是最好的啦，对不对？应该是最后了嘛，这个赶掉就没有了，没有，真的是没有了。我觉得这个地方很特别啊，因为新加坡好像这是最后一个钓鱼村啊。这个地方就是有点杂乱，但有它自己特别的味道啊。I think the old jetty like this should be keep lah, because for our main generation to know that we have such a like this jetty 但热爱大海的 Christopher 反而了无牵挂。不会啦，为什么？去哪里是一样的嘛。这在新加坡的 area 要去哪里？是去崩过，是去巴士类去哪里？主动那边远个靠近的嘛，没有什么分别啦。